老话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后面还有半句很少人知道，人之将去，其目也明。人到临终最后那几日，神识非但不糊涂，反而比平生任何时候都清明。平日里记不起的人，放不下的事，那一刻全清清楚楚摆在眼前。所以你才会看见卧病许久的老人忽然指着空处喊故人名字，那不是幻觉，是他看见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因缘。世间万般带不走，唯有业力紧随身，这话不是空话。人活一辈子，到了断气那一瞬间，你真正斩下来并且绝对会现前的东西只有2样，一本因果账，一盏自性灯。什么是因果账？这本账管的就是断气那一刻，到底是谁先来接你？你活着的时候，这本账是合着的，封得死死的，谁也翻不到，上面一笔一笔记着你这辈子对不起过谁，暗地里帮过谁，因为平时翻不到它，有时候连你自己都以为自己早就忘了，过去就过去了嘛。可是等你那最后一口气一旦散掉，这本隐形的账本啪的一下自己就摊开了。你们记住，摊开的第一页永远是你这辈子欠的最重的那一笔，而那笔账的主人就在那个时候准时出现在你床前。那灯又是管什么的？灯管的是那一刻你看不看得清，跟不跟得对。你想想看，账本摊开的那一刻，屋子里的气场变了，你眼前的世界是黑的，是迷茫的。手里要是没有灯的人，那就是个糊涂蛋，前面来个什么影子招招手，你一害怕或者一欢喜就跟着走了。可是手里要是有灯的人，光芒一照，马上就能看穿眼前站着的到底是人是鬼，是真菩萨还是讨债鬼。今天我就给大家把这本账，这盏灯明明白白的掰碎了讲，你们要竖起耳朵听，因为到了那一刻跟错了人，下一世你就走错道了。佛法讲得很清楚，人走的时候是有次第受业力牵引的。有人问我，为什么有的人走的时候安安详详的，像是睡着了一样，有的人走之前却拼命躲，拼命摆手，甚至吓得大喊大叫。他是在躲什么？因为他看见了他这辈子最不想见、最害怕见的那个人。你们要知道，这本因果账本，它的排版顺序绝不是按照你跟谁最亲、谁最爱你来排的，它是按照分量，按照你在这件事情上耗了多少心力来排的。一件小事情，你心里觉得亏欠，记挂了几十年，半夜醒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想它，这笔账在你心里就重如泰山。一件天大的事，你转头就彻底放下了，心里一点不起波澜，那笔账就轻如鸿毛。心力这个东西是有分量的，你在哪里耗了心，账的重量就往哪里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老辈人临终时嘴里声嘶力竭喊的不是守在床边的老伴，不是平时最疼爱的儿女，而是几十年前一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为什么？因为那件事，那份深不见底的亏欠，他在心底里一个人死死扛了几十年，瞒了所有人几十年。这笔账就是他账本上永远合不上的第一页。有这么一位老太太，在外人眼里，这位老太太那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福气包天。她早年是个有文化的人，后来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儿女个个出息。到了晚年，住着大房子，儿女雇了高级保姆伺候着，自己也是个体面人。可是这么体面的一个家庭里，却有一条谁也不敢碰的铁规矩，在这个家里绝对不许提老太太的亲妹妹。她那个亲妹妹早年在乡下突然受了刺激，疯掉了，
后来没几年人就病死了。这事儿在家里是个大禁忌，谁要是不小心提一句，一向和善的老太太当场就会翻脸走人。到了老太太80多岁快走的那几天，人已经瘦脱了相，下不来床了。头2天她神志还算清醒，还能嘱咐儿女存折放在哪里。可是突然有一天下午，她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对劲了。她对床前伺候的儿女，对她平时最心疼的几个孙子孙女，完全视而不见。她的眼珠子就死死地盯着空无一物的床尾，浑身剧烈的发抖，牙齿打颤。大孙子心疼奶奶，凑过去想握着她的手叫奶奶，结果这老太太忽然爆发出平时根本不可能有的力气，一把将最疼爱的大孙子狠狠推开。紧接着她竟然挣扎着在病床上翻过身，双膝跪在了床垫子上，对着床尾的空气拼命地作揖，拼命地磕头。家里人全吓坏了，赶紧上去抱她拉她。老太太根本不理睬活人，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嘴里喊出了一句让全家人都觉得头皮发麻莫名其妙的话。她嘶哑着嗓子喊，通知书我还给你，我还给你了，你别挡着我，你让我喘口气吧。全家人面面相觑，什么通知书，谁不让她喘气了？老太太就这么折腾了整整一下午，最后力气耗尽，眼睛瞪得大大的，带着极其恐惧和哀求的表情，一口气没上来走了。这事儿办完后事，儿女们在整理老太太生前锁得最严实的一个旧木匣子时，砸开锁头一看，里面没有金银首饰，只躺着一张已经发黄，边角都快烂掉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再仔细一看那上面的名字，全家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是老太太当年那个在乡下疯掉的亲妹妹的名字。真相是什么？其实懂点世间法的人都能看明白。在几十年前那个年代，那张薄薄的纸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妹妹考上了，通知书寄到了村里。这位体面的老太太当年出于一念之间的嫉妒，偷偷把亲妹妹的通知书藏了起来，截断了妹妹往上走的路。妹妹等不来通知书，以为自己落榜，急火攻心，又遭遇了别的变故，就这么硬生生受刺激疯掉了。而姐姐呢，后来借着别的机缘走出了大山，结了婚，过上了光鲜亮丽的一辈子。她瞒了所有人，甚至后来发迹了，可能都在偷偷用钱去弥补家乡，去修桥铺路做善事。她以为只要自己不说，只要做了点好事，这事儿在岁月里就这么平息了。可是你们要晓得，因果的账本从没忘。你们想想看，这位老太太风光了一辈子，什么都不缺，可到了断气那一刻，那本大账一摊开，她面对的是什么？是她这辈子最不敢想起来，最亏欠的那个人。这就是我要给你们讲的，人临中断气时来接你的第一档人，也是5档里最凶险的一档，你的冤亲债主，也就是你这辈子最亏欠的那个人。我告诉你们，欠债不是咱们世俗意义上说的道德亏欠，在因果法则里，它是一根实实在在极其坚韧的绳子。你只要亏欠了一个人，不管是像这位姐姐一样偷换了别人的人生，还是欠了一笔赖着不还的救命钱，甚至是危难时落井下石推了别人一把，这就在你和他之间死死地系上了一根无形的绳子。人活着的时候阳气足，你吃得香睡得着，这根绳子是松垮垮的，你根本感觉不到。可是到了断气那一刻，你身体里的那口阳气一散，这根绳子瞬间就绷得笔直，它第一反应就是狠狠地把你往那头拽。世间法理常说，爱是缘，欠是债，你们千万要记住，债永远比缘沉重得多。
临终时家里那个一直疼你的老伴可能还在旁边哭着喊着留你，那是缘分的绳子在往回拉你。可是那个你亏欠极深的人带着满腔的怨气现前，那是业力的绳子在往外拽你。活着的亲人根本留不住你，因为因果的规律是绝对的，重在先结。老太太临终跪在床上磕头作揖，那是糊涂的幻觉吗？绝对不是。在那一刻，在她的眼里，她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那个被她毁了一生的妹妹，满脸怨气地站在床尾讨这笔几十年的大账。你以为这仅仅是临走前吓唬吓唬人吗？不，咱们中华文化讲天地契机，被这样的人接走，你要跟着去哪里？这才是最要命的。这根带着深重怨气和极度亏欠的绳子牵着你走的路，绝对不可能是往上的光明大道。跟着这第一档的人走，那是一把被拽进三恶道，直接往下坠的。这辈子你穿金戴银，体面风光，跟错了他，下辈子可能就要披毛戴角，或者身在极苦的地方去一点一滴的还这笔债了。这才是因果的可怕之处啊！讲到这里，你们心里可能会直发毛，心想，那我这辈子老老实实做人，不贪不抢，没害过人，也没欠下这种要命的债，那是谁来接我？如果来的是我过世多年的亲生老娘，是我那个最疼我的老爹，那总该稳了吧？跟着爹娘走总是大好事啊！可是诸位，我今天要把真话说透，也不是每一回来的都是凶神恶煞的讨债鬼，有的时候来的那一位，你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你过世多年的老母亲。你以为这下彻底稳了，心里一欢喜，满口答应着就要跟着走。我跟你讲，这一档才是最容易让人掉以轻心，最容易走错道的死亡陷阱。那里面藏着一个天大的玄机，绝大多数人都栽在了这上面。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看，人活一辈子，谁没有爹娘？谁没有个挂念的老伴？老辈人常说，死的时候要是能看见过世的爹娘来接，那就是喜丧，说明这人有福气。黄泉路上有家里人照应，遇到这种情况，病床旁边的儿女不仅不害怕，可能还会跟着抹眼泪，觉得老人在那边终于能团聚了。可是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只要是带着情字走的路，全是一笔糊涂账。这就是第二档来接你的人，你过世的亲属，跟着他们走，你自以为是找到了靠山，其实是掉进了一个极其绵长、极其难解的因果网里。你想想看，你娘来接你，她自己是个什么境界？她要是真得到了解脱，她早就出离六道轮回了。她现在显现出一个普通鬼魂的相貌来拉你，说明什么？说明她自己都还在六道里头打转，她自己都在苦海里泡着，她能把你带到哪里去？你高高兴兴地拉着他的手跟着走，结果呢，无非就是在这个六道轮回的大磨盘里换一个地方，换一个皮囊，接着投胎，接着受苦，接着经历生老病死，这叫有情众生，走的终归还是有情的糊涂路。这还是说来的人真是你亲属的情况。接下来我要讲的才是这第二档里头最让人防不胜防、最阴险的一个天大玄机。我告诉你们，很多时候断气那一刻站在你床前，满脸慈祥叫你小名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你爹娘。这个道理很简单，咱们讲过，人在临终时那本因果账本一摊开，最先来的往往是第一页那个你最亏欠的冤亲债主。这些债主可是精明得很呐，他心里明镜似的，他要是青面獠牙的来，你肯定心里发毛，你一害怕，本能的就会抗拒，甚至想起来念一句佛号，求菩萨保佑
你一有了定力，一不配合，他这笔账就不太好收了。那怎么办呢？戒相，这就好比什么？好比披着羊皮的狼，他知道你这辈子对谁最不设防，他知道你心底里最依赖谁，他就借着你心里那一念的情执，化现成你最过世多年的老娘，最心疼你的老爹的模样，你一辈子最信任的那张脸，到了那一刻恰恰成了他们最好用的那张脸。这不是在吓唬人，这是生死关头极其残酷的真相。我给你们讲一件古代的真实公案。唐代有一户富裕人家，家里的老祖母病危了，这老太太平时待人也还算和善，到了临终那几天，身体没什么太大的痛苦，反而在某天下午，原本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脸上泛起了一阵红光。她靠在床头上，满脸欢喜地对着门外挥手，嘴里跟儿女们说：你们别哭了，快看啊，你外婆来接我了。哎呦，还套着这么气派的一辆大马车，他老人家在那儿冲我笑呢，叫我赶紧上车，说那边都给我安顿好了。满屋子的儿女一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觉得老太太这是有福气，能跟着长辈走多好啊。大家不仅没拦着，甚至还在旁边顺着话说：娘，那您就安心跟着外婆去吧，别挂念家里。眼看着老太太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深，呼吸越来越弱，这神识马上就要跨出门槛，跟着那辆马车走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院子外头正好路过一位化缘的高僧。这高僧是有功夫的，他在门外一看，这屋顶上的气场根本不是什么接引的祥光，而是一股极重的阴气和煞气。高僧连门都没敲，直接大步跨进屋里，走到老太太床前，猛地把手里的锡杖往地上一顿，发出一声脆响，厉声喝了一句：默认贼做母。老人家闭上嘴，千万别应答。屋里人都吓傻了，老太太也被这声棒喝震得浑身一哆嗦，眼里的欢喜像瞬间停住了。高僧指着门外空无一物的地方说：你仔细看看那是谁，现在什么都别想，马上跟着我念佛号。老太太当时已经被这股气场压得快喘不上气了，好在被高僧这一声断喝换回了一丝清明。她用尽最后一口气，跟着高僧在心里死死咬住了一句佛号。就在她定住心神的一瞬间，极其震撼的一幕发生了。老太太亲眼看到门外那个原本慈祥无比的母亲的脸，就像水面被石头砸中一样，瞬间波纹荡漾，扭曲融化了。哪里有什么慈祥的外婆，哪里有什么气派的马车，站在那里的分明是一个面目冷峻、满眼怨毒的讨债官差，手里提着的根本不是接引的拐杖，而是一副冰冷沉重的铁枷锁。那是一笔老太太前世或者早年欠下的连她自己都忘了的夺命大债。那债主看伪装被识破，老太太手里又点起了佛号这盏灯，刺得她无法靠近，最后只能极不甘心地隐没在虚空里。老太太当场惊出一身冷汗，彻底断了气，但也险险地避开了这极其悲惨的一劫。你们想想看，如果当时没有高僧点破，老太太欢欢喜喜地跨出门，跟着那个假娘上了车，等到了地方定睛一看，铁链子已经套在了脖子上，大账本已经摆在了面前，那是何等的绝望。到那时候你再想后悔，对不起，因果已经结算，你改不动了。这就印证了我开头给你们讲的那个比喻，人断气的时候屋里是黑的，账本摊开那一刻，前头来个什么影子，你如果不长着一盏灯，你根本分不清真假。这盏灯是什么？就是你平时的定力，就是你心里那份不动如山的清明。你手里没灯，
你就会被自己的感情，被那张熟悉的脸骗得死死的。债主就是看准了你心里有个情字放不下，有个娘字舍不得，这才钻了空子。很多老辈人再三交代，人在临终前看见谁来都不要急着去应答，更不能马上伸出手去跟着走。你要先定住自己。怎么定？我先提前教你们一个最简单最实用的分辨法门。你爹你娘要是真的有灵来接你，他们对你是纯粹的心疼，真亲人是绝对不会催你的。可是如果是冤亲债主接的相，他心里急呀，他怕你突然清醒，怕你跑了，所以如果是假的，他一定会急不可耐地冲你招手，或者嘴里一直催你，快点啊，车在等了，赶紧跟我走啊，晚了就来不及了。它会让你心里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紧迫感和焦躁感。只要遇到这种催你、拉你，让你心里头觉得慌乱着急的相，哪怕长得再像你亲爹亲娘，你们也要当心。那9成9是借相来讨债的，认清了第一档的仇人，看破了第二档的假亲人，有人可能松了一口气。可我告诉你们，有些人到了那一刻，既没看到仇人，也没看到亲人，反而看到病房门口挤满了一大群从来没见过面的陌生人。这些人你连名字都叫不出，可他们就是堵在那里要带你走，这又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们，这说明这个人活了一辈子，压根儿就没有认过账。你想想看，第一档来的冤亲债主，你好歹认识，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欠了人家。第二档来的假亲人，你也认识，因为你心里头挂念人家。可是这第三档断气那一刻，账本一摊开，来收账的竟然是一群你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陌生人。为什么？因为在你自己的心里，你从来不觉得欠过他们。这叫什么？在因果律里，这叫无名债。你们要晓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活得特别聪明，他一辈子老油条，遇到责任就躲，遇到麻烦就推，做错了事情，他永远有10000个理由证明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他从来没有真真正正低下头跟别人道过一句歉，他甚至觉得自己一辈子清清白白，没偷没抢，谁也不欠。可是因果不是按你嘴上承不承认来算的，你推掉的责任，你因为懒惰，因为自私，间接伤害了别人，别人在那里咬牙切齿受苦受难，你却转头就忘了，连对方长什么样你都没往心里去。你不记账没关系，老天爷替你记着这笔账，因为你不认，在你的账本上就成了一片空白，没有署名。等到了临终那一刻，那些被你间接害苦了的怨气结集起来现前了，可不就是一群你不认识的生人吗？有这么一位在单位里干了一辈子的办事员，这个人啊，平时的口头禅就是按规矩办和不归我管。他自认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一辈子不贪不占，但也绝对不担一丁点风险，干起活来那是熟练掌握了踢皮球的绝活。有那么几年，他负责过几笔救命的补偿款审批，底下的老百姓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等着这笔钱给家里人做手术。救命资料递到他桌子上，他看都不看。今天说少盖了个章，明天推领导开会去了签不了字。其实那张少一个根本不影响大局，他只要稍微费点心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但他嫌麻烦，他就那么拖着。别人在医院病房里绝望地哭，他在办公室里慢条斯理地喝茶看报纸。后来有几户人家因为钱没及时到位，耽误了治病，人就那么走了，家也就散了。这事儿发生后，他心里连一丝波澜都没有。他跟老婆说，规矩就是规矩，资料不全我怎么批？
他们家死人了，关我什么事？我又没杀人，查也查不到我头上。他觉得这完全不是自己的责任，睡得踏实极了。就这么个清白的聪明人，老了以后生了病，住进了一家条件极好的单人病房。临走前的那几天，医生都说他身体器官衰竭，其实没什么大痛苦，就是慢慢熬干了。可是到了最后那一晚，极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这老头躺在床上，呼吸本来已经很微弱了，突然之间，他双眼瞪得像铜铃一样大，死死地盯着病房那扇紧闭的门。他双手死死抓着床单，手背上青筋暴起，浑身冒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他老婆在旁边吓坏了，问他：老头子，你哪儿疼啊？我去叫医生。他猛地一把死死抓住老婆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压着嗓子，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别去，别开门，你看看门口怎么那么多人？老婆转头一看，门关得好好的，什么都没有。老头急得眼泪都下来了，指着门的方向喊：你瞎了吗？那么大一群人挤在门口，男的女的都有，浑身上下都是泥水，把门堵得死死的。我不认识他们啊，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也不说话，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我，不让我出去啊。老婆以为他是因为病房太闷憋出幻觉了，为了让他顺口气，走过去一把将病房的门拉开了。门外是医院空空荡荡安安静静的走廊，窗外正好有一束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可是就在门拉开的那一瞬间，床上的老头就像是被一股看不见的巨大力量扼住了喉咙。他眼里的恐惧到了极点，仿佛看见那一群满身泥水面无表情的陌生人已经涌到了他的床前，把他死死地压住。不到1分钟，老头就在这种极度的惊恐中走了。诸位，你们想一想，他看见的那群浑身泥水一言不发的生人到底是谁？那就是他这一辈子为了保全自己，为了图省事，用他那张办公桌和手里的笔深深挡在门外，推下泥潭的人。他活着的每一天都在踢皮球，都在说不关我的事。他在自己的心里早把这些责任抹得干干净净。他不认识人家，人家也不需要他认识。到了断气那一刻，一辈子的无名账单通通砸下来，化成一群面目模糊的生人，堵死了他往下走的所有明路。被这样一群你不认识的生人接走，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下一世要进糊涂道了。佛法讲得很清楚，你跟着仇人走，下山恶道受苦；你跟着亲人走，在六道里继续打转。可是如果你是被一群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生人牵着走，你走的就是完全做不了自己主，浑浑噩噩的畜生道。为什么是畜生道？你想想看，畜生道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愚痴，就是糊涂。一头牛，一只羊，它能决定自己今天吃什么，明天去哪里吗？不能。它一生都被一根绳子牵在陌生人的手里，被鞭子赶着走，最后被拉去哪里宰杀他都不知道。人在世上做人，最宝贵的就是你有脑子，你有责任心，你敢做敢当，这叫人道的本分。你这一辈子什么责任都不敢认，什么错都不敢担，遇到事情就把头埋进沙子里，假装看不见。你放弃了作为一个人去承担因果的权利，你活得就像一只只顾自己吃草，不管周围死活的羊。既然你这辈子都不愿意明明白白的认账，不愿意清清楚楚的做人，那好，到了气断命终的时候，因果就成全你，来接你的就是糊里糊涂的无名债主。你跟着走进去的就是糊里糊涂任人宰割的畜生道，下辈子做不做得了自己的主。
能不能生为人生，全在这临终一念的清明和一辈子的担当上。你们别以为这是开玩笑，我看了几十年的人情世故，这种平时看似老实巴交，其实极其自私自保的人，最后走的时候往往是最挣扎最难看的，因为无名的债连还给谁都不知道，根本无从解脱。听到这里，有的人可能要拍胸口了，哎呀，好险，我不欠人命，我也不逃避责任，我自己修心，我念佛，我天天拜菩萨。要是到了最后那一刻，讨债的没来，假亲人也没来，僧人也没来，直接是光芒万丈的佛菩萨亲自来接引我了，那我总该万无一失，修成正果了吧。诸位，如果你们心里是这么想的，那我接下来要讲的话，你们一定要一字一句地刻在骨头里。因为在这接引的5档人里面，第4档，也就是看起来像佛菩萨来接引你的这一档，恰恰是所有境界里最凶险最容易让人万劫不复的死胡同。为什么说它最凶险？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想看，前面那3档，不管是仇人、假亲人还是僧人，你看到了，心里多多少少都会发怵。人一发怵，本能的就会犹豫，会往后缩。只要你一犹豫，你的神识就不会马上跟着走，这就说明你还有救。旁边要是有人给你助念，或者你自己猛地清醒过来，还能拉得回来。可是这一档呢，你一辈子烧香拜佛，求了几十年，临了断气的时候，你突然看见你天天拜的那尊菩萨金光闪闪的站在床前冲你笑，你还会发怵吗？你不但不发怵，你简直是狂喜。你会觉得，哎呀，我这辈子没白修，菩萨真的来接我了。你连半秒钟的迟疑都不会有，恨不得立刻跟着人家走。诸位要晓得，讨债的冤亲债主精明到了极点，他知道用恐吓拉不走你，用亲情也可能被你看穿，那他就用你心里最深最执着的那份欢喜来勾引你。你这辈子日思夜想求什么相，他就变什么相给你看。当你放下所有防备，满心欢喜地踏上去的时候，那根本不是什么通往极乐世界的莲花台，那是因果业力给你准备好的一个万丈深渊。等你跟着走进去，幻象一撤，发现自己掉进了最苦的恶道里，那时候你的生死大障已经合上了，你想改都改不动了。所以我常讲，越是临近解脱的时候，魔考就越重。很多人不是败在业障上，而是败在了自己的欢喜心上。那我讲到这里，你们肯定要问了，既然连佛菩萨都可能是假的，是债主变的，那咱们肉眼凡胎的，临终那一刻屋里黑灯瞎火的，到底该怎么分真假啊？我跟你讲，断气那一刻，你的眼睛是绝对不作数的，你用眼睛看什么都是真的。想要分出真假，绝不能靠眼睛，只能靠一样东西，就是咱们开头讲的，你手里端着的那盏灯。这盏灯就是你平时在心里养熟的定力。手里有灯，照妖镜一照，假的自然就原形毕露。这盏灯怎么照？老祖宗的智慧里留下了3个极其管用的大白话法门，只要你平时把这3条记熟了，临终时拿出来一照，保准错不了。第一样，你拿灯照一照，看它吹不吹。有个老太太在家里念了一辈子经，临走那天，病房里突然飘来一阵异香，紧接着她就跟儿女说，看到半空中落下来一朵好大的金莲花，上面还站着金光闪闪的菩萨。老太太高兴坏了，正准备神识离体往上走，这时候她听到那个菩萨有些着急地对她说，快点上来呀，时辰马上就到了，天门要关了，你再不抓紧，
我就不管你了。老太太心里一急，正要扑过去，突然想起了平时听讲经时记下的一句话，猛地停住了。你想想看，真正的佛菩萨，那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人家有着无尽的慈悲和无量的寿命。真佛来接你，他会赶时间吗？他会像赶火车一样催你吗？绝对不会。真佛是有定力的，他就在那儿安安静静慈祥地放着光等你。你稍微慢一点，他等得起。凡是那种在半空中催你拉你跟你说快跟我走，晚了来不及了，让你心里突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躁感和紧迫感的，你想都不用想，10000%是假的。那是债主接了菩萨的相，他自己的功力不够，幻象维持不了多久，他怕你看出破绽，所以才拼命催你上套。老太太当时心里一横，咬死了一句佛号不松口，不去理那个催她的声音。没过5分钟，那朵金莲花就变成了一团黑气，散掉了。这叫显过鬼门关呐。第二样法门，拿灯照一照，看它对不对得上号。咱们世间法里讲究个专一，因果契机上也是一样。比如有一位老爷子，平时在家里天天念的是观世音菩萨，求的是慈悲护佑，结果到了临终那一刻，床前金光一闪，来的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是一个穿着金甲威风凛凛的天帝，或者是一个他从来没拜过的威猛神将。那天帝跟他说，你这辈子积德行善，功劳太大了，我特地来接你上天庭做个大将军，享受荣华富贵。老爷子一看，哎呦，这个威风，这个气派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心里一得意，跟着就走了。结果一走就走偏了，掉进了神道甚至魔道里，继续在轮回里受苦。你们要记住，因果是丝毫不差的，你平时心里念的是哪一位，你的契机就跟哪一位连着，到最后现前的一定也就是那一位，这就是对得上号。你念了一辈子阿弥陀佛，最后跑来个玉皇大帝接你，哪怕相貌再庄严，许诺给你的位置再高，你都要立刻警觉，这绝对是魔考，是你自己潜意识里贪图富贵、贪恋威风的那个习气，把那些借相的债主给招来了，不是你平时念熟的那一位，哪怕是满天神佛同时现前，你都一概不能理。这就引出了最重要的第3样法门，也是你手里那盏灯最亮的核心。不管来的是谁，哪怕对上了号，也不要去理他，只管守住你心里的那一念。很多人觉得，既然真假难辨，那我到了那一刻，干脆挨个去分辨。好了，我告诉你们，断气时神识未弱，你根本没有那个精力去跟幻象做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4个字，见怪不怪。过去有位老修行人，一辈子功夫很深，临终的时候满屋子大放光明，一尊极其庄严的大佛现身在床前，微笑着伸出手要接他。你们猜这位老修行人怎么做？他连眼睛都没睁，看都不看一眼，心里稳如泰山，嘴里还在按照自己的节奏一句一句地念着平时的佛号。那尊大佛在床前站了半天，看他不理不睬，竟然急了，脸上的祥和相渐渐挂不住了，最后竟然透出了一股子怒气，冷哼了一声，消失了。诸位，这就是真相啊！真的佛菩萨，那是无我相、无人相的。你理他，他慈悲；你不理他，他依然慈悲。他绝对不会因为你没有立刻扑上去抱大腿就生气发火。真佛是不怕你不理的，可是假的呢？假的经不住你不理，那些幻象全都是靠吸食你的关注、你的欢喜和你的情绪来维持能量的。你只要心如止水，理都不理，
当它是空气，只管守住自己的念头，那个假的得不到你的回应，它自己就崩溃了，就显出原形了。所以我常跟人讲，临终那一刻，你的眼睛、你的耳朵通通都是骗人的，屋里头一团黑，唯独你自己心里点亮的那盏灯才是唯一能带你走出去的光。说到这里，你们可能听得背后直冒冷汗，这临终的关口简直就是十面埋伏，处处是坑。难道咱们普通人就真的过不去了吗？到底什么样的人在最后一刻等来的才是真真正正货真价实的那一位来接引？我告诉你们，第五档，也就是真正的佛菩萨接引，是这五档里面唯一一个不需要你去防，完全由你自己说了算的一档，也是咱们普通人唯一的翻盘大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们要晓得，前面讲的那四档来接你的人全是被动的，你欠谁的命，你心里挂念谁，你逃避了什么责任，你这辈子贪恋什么虚荣，那都是你过去几十年里不知不觉攒下来的糊涂账。断气那一刻，账本一摊开，该谁来谁就来，你是被动承受的，根本做不了主。唯独这真佛接引，你自己能做主。有人就讲了，这怎么做主？难道是我快断气的时候，让儿女在床头拼命烧香，大声磕头，把菩萨求下来吗？我告诉你们，大错特错。真佛菩萨绝对不是你在临终那一刻临时抱佛脚能求来的。因果面前众生平等，菩萨要是能被你临时磕几个头就贿赂了，那还叫什么因果？佛法讲得很清楚，真佛接引不是求来的，而是你在活着的时候用一辈子点起的那盏灯，攒下的那些隐秘的灯油，实实在在的引来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咱们讲过，断气那一刻，气一散，账本摊开，最重的那笔账压在第一页，可是这盏灯有个别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的奇妙性质，它不怕你的账本重，你的业障再深，你过去犯的错再多，只要你手里这盏灯的分量够重，光芒够亮，这光就能硬生生的把账本第一页给压住，让它翻不动。只要灯一亮，屋子里的黑气就散了，那些讨债的、骗人的冤亲债主被这光一照，连你的床边都靠不近。而真正的佛菩萨循着你心里的这道光，自然就降临了。这叫感应道交，是你发了光，菩萨的光跟你对上了，这就叫接引。那这盏灯到底怎么点？光有灯芯不行，你得有油啊。这灯油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祖宗常讲的两个字，阴德。也就是你这一辈子做过的那些不图回报，甚至连说都没跟人说过的好。很多人活了一辈子，觉得我也做了不少好事啊，我给庙里捐过钱，我给要饭的施舍过馒头，凭什么我最后没攒下灯油？你们要晓得，做善事是分两种的，一种叫扬善，一种叫阴德。什么是扬善？你今天帮了邻居一个大忙，街坊四邻都知道了，大家都夸你是个大好人，你心里听着也美滋滋的。或者你给哪里捐了一笔钱，人家给你发了个大红证书，把你的名字刻在碑上，我告诉你，这笔账在你享受大家夸奖的那一刻，在老天爷那里就已经两清了。你用你的善行换来了名声，换来了面子，交易结束，不留分量，这种事做再多，你的灯里也是干的，没有油。真正的灯油是那些你帮了别人，扶了别人一把，却从来没图过回报，事后甚至连提都没跟任何人提过的隐秘善行。你默默地替人背了个黑锅，保全了人家的家庭，
你悄悄地接济了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却不让他知道是你干的。这种事，因为你不求回报，这笔善的能量就无法在世俗里结账，它只能沉淀到你的神识里，化作你那盏灯里最纯最耐烧的灯油。唐朝有个读书人叫房感的，这个人平时看着极普通，是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闷葫芦。他既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也不是天天往大寺庙里跑烧高香的大居士，一天到晚就是过自己的平淡日子。有一年，房捆突发疾病，一口气没上来，暴死了。他的神识浑浑噩噩地往下飘，直接被带到了阴曹地府。地府那个地方阴森森冷冰冰的，两个鬼卒把他押到大殿上，阎王爷坐在上面，面无表情，手里拿过一本厚厚的生死大账，准备开始算他这辈子的因果，看看该把他打发到哪一道去。方万子当时跪在下面，心里也害怕心想自己这辈子也没修过什么大功德，这下不知道要遭什么罪了。结果阎王爷把那本大账翻开，翻着翻着，突然阎王爷的手停住了，大殿上原本昏暗的光线竟然被账本里透出来的一阵光芒给照亮了。阎王爷猛地站了起来，原本威严冰冷的脸上竟然露出极其恭敬的神色。他一挥手，让旁边的鬼卒赶紧退下，亲自走下台阶，对着房管拱了拱手，竟然赐座让他坐下。房管吓得腿都软了，说：大王，我是个凡夫俗子，您这是干什么？阎王爷指着那本闪着光的账本，感叹地说：房先生，你自己可能都忘了，你在阳间这几十年虽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法事，可是你这账本上密密麻麻亮着的全是你积下的阴德啊！原来房混这个人虽然穷，但他心极善。早年间他遇到有清白人家的小姐被恶霸诬陷，快要上吊自杀了，房混暗中善尽了自己准备科考的盘缠，托人悄悄把这事给平息了，救了人家一条命。事后他连个面都没露，连那家人都不知道恩人是谁。还有好几次他碰到走投无路的穷人，都是把钱往人家破碗里一塞，转身就走。最关键的是什么？阎王爷看着账本说：你做的这些救命的善事，别说外人了，你生前竟然连你自己的亲老婆都没有告诉过。你不图名不图报，一个字都不往外吐，你这盏灯里的油攒得太满了，满到连我这地府的因果大账都压不住你的光芒了。最后阎王爷根本没判他受苦，直接派了2个高级官差客客气气地把他送回了阳间，给他延了寿。不仅如此，临走前阎王爷还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房先生，你回去好好过日子，等你将来阳寿真正尽了的那一天，你不需要再到我这阴曹地府来报道了，你身上有这么亮的灯油，到时候必定会有真正的佛菩萨亲自循着光来接你，你直接出离六道了。房缓就这样在临床上猛地喘过一口气，活了过来。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诸位，你想想看，这就是第5档接引的玄机啊！房魂他懂什么高深的佛理吗？他会背多少卷经书吗？可能都不会。但是他的一言一行，他暗中做的那些事，完全暗合了天地间最核心的因果大道。你不图世间的回报，天地就给你积攒下出世间的本钱。为什么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做过不少荒唐事，甚至造过孽，可是到了晚年临走的时候，不但没有债主来索命，反而走得安安稳稳，甚至有瑞相现前。因为人家醒悟得早，
后半辈子开始拼命地往灯里添油，他把过去那些张扬得瑟的毛病全改了，开始默默地去扶持别人，去化解恩怨，做完了全忘在脑后。到了断气那一刻，油积满了，灯芯一点，大放光明，把第一页那笔恶障硬生生给盖住了。真佛一看，这地方有光，直接就落下来接引了。灯油有了，这手里的灯芯又是什么？灯芯就是你每天固定培养出来的定力。点灯绝对不是让你去庙里烧那种比胳膊还粗的高香，点灯是你每天不管多忙，不管多累，哪怕就在家里坐在床头上，给自己定一个雷打不动的时间，把一句佛号或者一句祈福的经咒反反复复的念，不要去管念的有多好听，关键是2个字，念熟。你要念到什么程度？念到它变成你身体里的一种本能。你切菜的时候切到手了，哎呦一声，紧接着心里不用想，这句佛号自己就蹦出来了。你半夜做噩梦吓醒了，不用脑子去回忆，这句佛号自然而然就在心里想起来了，这就叫养熟了。只有当你把这句佛号这份定力养熟了，等到断气那一刻，你身体4大分解，痛不欲生，脑子根本转不动的时候，它才会像条件反射一样自己亮起来。哪怕床前站着讨债的，哪怕站着假扮的亲人，你心里这盏本能的灯一亮，外面的幻象瞬间粉碎，这就是你带得走的唯一本钱。你们现在手里都还有火柴，都还来得及点，不要等到最后那一天账本突然摊开，屋里一片漆黑，你才发现自己手里连个火星都没有，那就只能眼睁睁地被因果的绳子牵着鼻子走，坠入无底深渊了。听到这里，大道理咱们都讲透了，5种来接你的人，底细咱们也都摸清了。可是到了现实生活里，咱们到底该怎么去操作？我接下来要讲的是真正救命的操作指南，灯具体怎么点，油具体怎么攒，家里人临终前断气时，活人该怎么接话，怎么护持，我今天给你们掰开了，揉碎了，一步一步的全部讲给你们听。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老祖宗管它叫认账。诸位，今天晚上回家，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找一张白纸，一支笔，你坐在桌子前，把门关上，平心静气地问自己一句话，我这大半辈子走过来，最对不住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你不要去想那些对不起你的人，你想想你自己，把你亏欠的最深的那个人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这张纸上。我告诉你们，这不是让你们搞什么迷信仪式，这是逼着你在活着的时候，自己主动把你那本合着的因果大账给翻开。你们要晓得，很多人坐在那儿憋了半个钟头，抓耳挠腮，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心里觉得，我这辈子可没欠过谁，我清清白白。如果你是这种状态，那你可真要当心了。因为咱们前面讲的第3档，临终前被一群不认识的僧人堵着门，拉进糊涂道的，往往就是这种自以为清白，其实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人。你能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哪怕你写的时候心里直打鼓直冒汗，这都说明你心里的坚冰化了，你敢于认下这笔账了。认了账，接下来就是第2步，还账。趁着咱们现在还能喘气，腿脚还能走动，赶紧去还。如果纸上写的那个人还在世，你拉下你的老脸去见人家一面，能补一句对不起就诚诚恳恳地补一句。当年骗了人家钱的，能在物质上连本带利补偿一点，就狠狠心补偿一点。你记住，你这一低头一认错，
那根紧紧拽着你往下走的黑绳子啪的一下当场就断了。临终那一刻，这个人就绝对不会来床头拉你。那有人就着急了，问我这人几十年前就过世了，或者早就断了联系，搬到天涯海角找不着了，这账成了死账，我怎么还？咱们中华文化里是有大智慧的，人不在了，你可以去还给他的后人，连后人也找不着了，怎么办？你就去还给跟他处境一模一样的人。你当年因为自私自利亏欠了一个孤寡老头，你现在就去福利院多帮帮那些没人管的老头老太太。你当年因为口无遮拦或者落井下石耽误了一个年轻人的大好前程，你现在就拿点钱出来去默默资助一个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穷苦学生。佛法讲得很清楚，众生是一体的，你只要带着那份忏悔的心，把欠下的东西还给了同类，在天地气机的运转里，这笔账一样算你两清，把账平了。接下来第三步就是咱们刚才反复强调的点灯。这盏灯别人替你点不了，必须是你自己亲手去点。你不需要非得跑去深山老林里打坐，也不用花钱去请什么大师，你每天就在自己家里雷打不动地固定一个时辰，比如每天早上起床洗漱完，或者晚上睡觉前10分钟20分钟都行，选一句你听得进耳的佛号，哪怕就只是简简单单的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你想想看，临终的时候你带得走什么？什么都带不走，唯独这句养熟的念头能带走。念什么词其实都在其次，最要紧的是一个字，熟。你要把它念到不用过脑子，念成你身体里的一种本能。就像你平时走在路上突然绊了一跤，你哎呦一声，紧接着不用脑子去回忆，这句佛号自然而然就在心里想起来了。只有练到这个火候，等到断气那一刻，身体4大分解，骨头缝里都疼得直冒冷汗，脑子根本转不动的时候，这句养熟的佛号才能像条件反射一样自己蹦出来，大放光明。这就是你在最黑的夜里唯一能抓住的手电筒。第4步，有了灯，咱们还得攒油。怎么攒油？你给自己定个铁规矩，1年里头哪怕就做那么1、2件实实在在帮了别人的好事，但是千万记住，做完之后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对谁也不说，连你最亲的老伴儿，连你亲生儿子都不要提。你掏钱帮了人家，人家连你是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就是最纯正的阴德。你要晓得，只要这事儿你说出去了，不管你在外头得了一声谢谢，还是得了一面锦旗，甚至只是听见别人夸了你一句大善人，这笔善行的契机在世间马上就结清了，你这灯油哧溜一下就烧没了。只有当你硬生生地憋在心里，不图任何人知道，不图任何回报，这股清净无染的能量才会一点一滴沉淀到你的神识里，化作你临终时压住那本大账的救命灯油。讲完了这4步，最后也是最最实用的一步，我是说给咱们在座的做儿女做老伴的活人听的。家里老人临终前断气时，活人到底该怎么护持这一条，你们一定要死死记在心里。我告诉你们，当病床上的老人已经有些神志不清，开始指着屋角半空说话，或者开始声嘶力竭地喊一个名字的时候，守在床边的亲人千万不要扑上去抱着他哭，千万不要流着眼泪喊老伴啊，你可不能走啊，你舍得下我们吗？你这一哭一喊，你以为那是孝顺，你以为那是重感情，大错特错。你这是把那根琴牵的软绳子死死地套在了老人的脖子上，让他悬在半空，走也走不脱，
硬生生地把他拽在六道轮回的苦海里，接着受罪。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接话？你得把眼泪擦干，凑到老人的耳朵边，平平静静，安安稳稳，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你的事儿家里大大小小我们全办妥了，外头没有欠债，孙子也都安顿好了，咱们家以后日子好好的，你什么都别挂念，安心顺着那个光走。你信不信？这句话一说，老人心里那口郁结的气瞬间就顺，他不害怕了，他没有牵挂了，他才敢迈开腿往前走。还有个最关键的操作，老人指着半空喊名字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他是在胡言乱语，你竖起耳朵仔细听，听清楚他迷迷糊糊中喊的那个名字到底是谁。咱们前面讲过，他喊的那个人就是他这辈子隐秘的因果大账上排在第一页的债主。你不要出声打断他，你要拿张纸拿支笔，悄悄地把这个名字记下来。把这个名字记下来干什么？事后你们做后人的要替他去把这笔大账给还了，你们去替这个名字的主人做点善事，或者请人超度一下那个人。老祖宗讲父债子还，在无形的因果法则里，这也是绝对管用的。活人替他平了账，老人在那边的路一下子就平坦了。在老人临终的这个屋子里，绝对不允许大声喧哗，绝对不允许吵闹，更不允许儿女当着老人的面去讨论丧事怎么办，家产怎么分，你们通通保持安静。如果在旁边能有个人平心静气的轻声的给他念2句佛号，或者念一段安神的经文给他听，那比你跟他哭天抢地，跟他说话要管用10000倍。你这不仅仅是在陪他，你是在用你们活人的定力和阳气，帮他拨开那些借相的债主、假冒的亲人带来的幻象，帮着他一起把真佛菩萨的光给引过来。这5步实操就是咱们普通人在这个世间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好了，今天啰里啰嗦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听着听着可能后面就忘了前面，没关系，我在最后给你们复盘一遍，你们千万要竖起耳朵，给我死死地记在心里。人在断气那一刻，账本自动摊开，来接你的人总共分5档。第一档是你这辈子最亏欠的人，那是怨气化成的黑绳子，只要你跟着走，就是往下3恶到罪。第二档是你过世的爹娘老伴，或者干脆是冤亲债主借了他们的脸来骗你，跟着走，依然在6道轮回里打转。第三档是满屋子你不认识的生人，那是你一辈子不肯认的无名债，牵着你进的是浑浑噩噩的畜生道。第4档最凶险，是假冒的佛菩萨，用你心里的欢喜相来套路你，让你高高兴兴，连个磕巴都不打的跳进火坑。你们要晓得，这前4档都是因果业力来讨债，全是被动的，唯独第5档，也就是真正的佛菩萨接引，是你自己能说了算的。怎么说了算？这几步实实在在的救命招，照着做就行了。第一步，今晚回去就把心里最亏欠的那个人写下来，勇敢地认下这笔账。第二步，趁着自己还能走动，赶紧去还账，还不给本人就还给跟他同类的人。第三步，每天固定一个时辰念佛号，不要管念什么，关键是把它彻底养熟，变成你临终时不假思索就能亮起来的那盏灯。第4步，一年做2件不告诉任何人的好事，绝不炫耀，死死攒足你的灯油。最后，家里老人到了那一刻，做儿女的千万别哭着喊着流，要安安稳稳地告诉他家里都好。你安心顺着光走，听到他嘴里喊了谁的名字，你悄悄记下来，
事后替他还。这个道理很简单，佛法讲得很清楚，生死事大，半点都马虎不得。我告诉你们，现在很多人天天跑去算命，到处看风水，求神拜佛想改命。其实咱们中华文化讲到底，最大的风水根本不是你家大门朝哪边开，而是你们自己这颗人心最大的改命。不是花钱请人做法事，而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去的因。你把因果大账理顺了，把心里的灯点亮了，天地气机自然顺畅。这就是世间无上的大风水。今天这堂课，我把生死因果讲得极其透彻，也是极其沉重的一堂课。我希望大家看完之后，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还有你家里的年轻人们看一看，不要觉得这只是凑热闹。你要知道，你动手指的一次转发，可能就点醒了一个正在糊涂路上越走越远的人，可能就让一个家庭在送走老人的时候少遭一场大业，少走一条弯路，少败一次家运。你这一句善意的提醒，就是护了人家一运，救了人家一命，这就是在积极大的阴德，功德无量啊！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大实话对你有帮助，请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最后，我希望大家都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打出愿家宅平安，也可以打出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当咱们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它形成的那个能量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写下的每一句善言，最终都会化作冥冥之中的正向磁场，真真切切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